露思在首期都市剧中的出色表现，让收视率大破1，在都市剧收视率有限的情况下，成功俘获了观众的心。将5月上映的最新剧集与前段时间张译主演的《他是谁》和靳东主演的《无间道》相比，显然前者以年轻演员为主。闫妮的女儿邹元庆主演了电视剧《卧底警察》，而正在热播的《平凡之路》则由郭麒麟和金晨主演。这些演员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受欢迎和最有才华的演员之一，但明星市场仍然有些不确定。不过东方卫视的《后浪》是个例外，从他们最近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数据显示，该剧开播当天就以超过 1.8 的收视率高居黄金收视第2位，有望突破2大关。后浪的亮点在于对群体的刻画，尤其是2个主角，霸占明星剧市场的男主吴刚，以及当红追捧的年轻女演员赵露思。剧中2人分是师徒，演绎了一部既生疏又治愈的都市剧，他们的活力既狂野又舒缓，从而造就了一部既温暖又宣泄的作品。后浪是一部以成都为背景的都市新剧，风格轻松搞笑，剧情错综复杂，剧情跌宕起伏。电视剧《后浪》以中医界为中心，讲述了孙头头、赵露思是无意中参加师徒计划学习中医知识的故事。剧情讲述了一名学生在学习中医之道时遇到重重障碍的故事。重写的文本，在突出特定行业的电视剧中，经常会看到具有非凡智慧和非凡能力的天才主角。然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年轻女子，她在18岁时就开始探索世界。她从不沉迷于读书，而是以收集娃娃为乐。登上舞台的孙头头是一个散发着企业家精神的年轻女孩，尽管她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并且充满了复杂性。她的性格特点是易怒和冲动。尽管她只是一名送货员，但众所周知，她在被顾客激怒时会诉诸身体暴力。她漫不经心的举止常常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重写的文本，融入一个群体或遵守规定的规则，对于一个性格放荡不羁或不守规矩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壮举。然而，猴狼的故事却是一个蜕变的故事，一个人与各种障碍做斗争，最终成为中医实践的可靠继承人。后浪在主线剧情上契合新剧主旋律，然而就其风格而言，后浪是一部恰如其分的轻松喜剧。后浪最初的剧情中，各种扑朔迷离的场景让观众一头雾水。其中一个场景是主人公愤怒地攻击一名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男子。此外，骆一舟饰演的任天真与父亲男导演新正关系不和，甚至还发生枪战。其他奇特的场景还包括个人饭前祈祷、任新正一家饭前把脉等。这些场景为后浪的整体风格增添了俏皮洒脱的基调。演员精湛的表演能力是这部作品的亮点，其故事情节令人振奋，风格不落俗套，展示了都市剧新方式的可能性。在网上，老牌演员的演技随处可见，而聚光灯往往投向新兴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著名演员吴刚是电视剧《后浪》的男主角。在本剧中，吴刚饰演的任新正因剧情围绕后浪而备受瞩目。任心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弃稳定的职业，通过传授传承班的方式保存中医知识。尽管如此，吴刚对任心的刻画并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完全老套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观众。相比之下，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对中医有着崇高的志向。在孙头头这个不靠谱的徒弟面前，他保持着一副严肃的样子，不愿被一个年轻人的招揽所动摇。孙头头刚进辅导班的时候，任新正想不起他的名字，不过他还是在群里郑重宣布，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他不仅是我的学长，也是大家的学长。吴刚在戏中扮演角色时，有一种明显的不安感，尤其是他低头认真地问孙头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尤为明显。吴刚此后一动不动。另一方面，赵露思的写照不过是真实的自己，她将一个活泼俏皮的少女角色演绎得十分娴熟。孙头头被捕并被带到辖区后，当局对她严厉。
反观赵露思，她的形象活泼开朗，咧嘴一笑，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情。她说话从容，还询问那女官：“你有饭吃吗？”整个表演过程中，孙头头展现出了他从小就磨练出来的狡猾。现在来看，任天真这个有可能和孙头头搭档的角色，被演员骆一舟塑造得相当诱人。任天真年轻貌美，能力非凡，但思想欠缺成熟。每当他在经验丰富的老前辈孙头头身边时，童心未泯。演员骆一舟面对严厉的父亲，叛逆不苟言笑，有些疏离，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他的服从。任天真在爷爷温柔的话语中得到了慰藉，骆一舟的神情明显变得更加安详平静，显得更加踏实轻松。演员们巧妙地塑造了他们的角色，观众能够体验到大家庭中存在的家庭联系和氛围。电视节目《The Back Way》无疑出色地打造了完美融合年轻和经验丰富的演员的完美演员阵容。除了关键的主演，奚美娟和江山的表演也大放异彩，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奚美娟的老师夫人气质高贵，容貌优雅，谈吐文雅，处处散发着温柔母性的气息。尽管她性格温和，但她保持着一种尊贵感。当江山饰演的宋玲兰开始出言不逊时，奚美娟用温柔的声音回应，好心提醒宋玲兰注意品德。这让宋玲兰冷静了下来，也让观众见识到了师妻的勇敢。改写文本，与直率的性格相比，江山饰演的宋玲兰气质显得更加内敛。然而，她的话并不总是她自己的话，她喜欢在家人的私密空间里表达自己的批评，通常被认为是天真烂漫的人。在节目中的一个例子中，她无法理解丈夫任新正对保护中医传统的执着，她还对他决定为他们的孙子支付赎金感到困惑。她觉得自己与孙子没有任何关系。江山饰演的宋玲兰，一个暴毙诉苦的失忆急躁角色，是中医世家中唯一真正让观众为之着迷和敬畏的角色。总体而言，《后浪》中的年轻演员们成功地刻画了剧情的关键时刻，而经验丰富的演员们则表现出一贯的强劲表现，展现了非凡的演技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气质。《后浪》拥有一众知名演员，饰演爷爷的李光复、配角张萌、惊喜客串等，定能让观众大呼过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才华横溢的个人以及他们为电影的整体体验增添色彩的潜力。目前，电视剧《后浪》仍在热播中，已播出2集。这些剧集引起了人们对节目设置和风格的关注，演员的塑造是节目的另一个优势。不仅剧情结构合理，而且表演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你对《后浪》5月能成为一部成功的连续剧抱有希望吗？在评论部分分享您的想法并参与对话。机缘巧合之下，吴磊果然是一颗隐藏的宝石。李易峰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13个代言人被拆分，天选之子吴磊取得胜利。在娱乐这样的虚荣心至高无上的行业中，资历往往是决定性因素。最有价值的人脉和资源往往掌握在行业的高层手中。在李易峰遭遇挫折之际，不少娱乐圈明星都翘首期盼着有机会继承他的资源和人脉。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李易峰涉卖淫丑闻被曝光后，其所持有的13个商业代言被及时全部终止。即使合同最初没有终止，一旦到期就不能续约。目前尚不清楚娱乐业中哪个幸运的人有幸继承这些无中生有的利润丰厚的交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此前与李易峰相关的京东年镜、百威、真果粒、六福珠宝、普拉达、康福特、康巴赫沛纳海、猎聘等13家代言似乎已经重新分配。李易峰丑闻发生后，各大品牌被迫寻求其他明星代言，以将损失降到最低。据知情人士透露，吴磊很有可能继承李易峰即将腾出的资源。作为娱乐圈的领军人物之一，吴磊的能力不容小觑。他既是一个热门话题，又是一个追捧的话题，尤其是在最近结束的电视剧《星光灿烂》大获成功之后，粉丝们热切期待他的下一个项目，让他很容易卖出去。2位艺人目前正处于人气巅峰，短期内不会失宠。吴磊是理想的接班人。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